四大菩萨法力无边，你知道他们的法宝都是什么吗？地藏王菩萨的禅杖能打开地狱之门，观音菩萨的杨枝甘露一念之间熄灭火焰山，文殊菩萨手持佛门宝剑一剑开天门，普贤菩萨端坐九品莲花普度世人。在神话故事当中，法宝是一个神仙的牌面，就比如李靖的宝塔、哪吒的乾坤圈、杨戬的三尖两刃刀。当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是猴子的金箍棒，一棒子下去能砸死10万天兵天将。在封神大劫当中，一件强大的法宝更是决定了战争的胜负，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天道圣人，一件先天至宝也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四大菩萨身为仅次于佛祖的佛门大佬，手中法宝自然非同一般，首当其冲的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身为当之无愧的二把手。观音菩萨的信仰丝毫不亚于佛祖，手中法宝也是最广为人知，名为杨枝玉净瓶，能装四海之水。虽然在神话世界里储物法宝算不了什么，但四海之水这个概念可大得很。西游世界除了天庭和阴曹地府外，基本的地盘就是四大部洲，围绕着他们的就是四海。哪怕是佛祖他老人家，也不过占据西河牛州的灵山。四海之大可以想象，观音菩萨的法宝威力也可以凭此判断。当杨枝玉净瓶吸满了水，就连肉身金刚不坏的猴子都拿不下。要知道猴子可是少有的肉身成圣者，力气在三界也是数一数二。这么一对比下来，观音菩萨的实力可想而知，哪怕如来佛祖也可能只是伯仲之间。在武装关当中有一棵人参果树，属于天地之间极为罕见的宝贝植物，能跟它媲美的只有天庭的蟠桃，但蟠桃有一个蟠桃园，人参果却只是一棵树。俗话说物以稀为贵，这果子在西游世界绝对比龙肝凤髓稀罕，能吃到的都是三界风眼人物。镇元子拜访三清之一的元始天尊，也不过是带了2个人参果而已。唐僧师徒之所以有幸吃到，还是因为他的前世金蝉子和镇元子是朋友。镇元子虽然只有一个小道观，但他在三界的地位可是跟三清如来平辈论交的，地仙之祖的名头也是非常唬人，没有任何神仙值得他参拜。而在人参果树被猴子摧毁之后，镇元子展现的实力也堪称恐怖绝伦，唐僧4人组根本毫无反抗之力。修理乾坤就跟当年佛祖的掌中佛国一样强大，可就算是如此厉害，镇元子也没办法让人参果树复活。而观音菩萨则能，他的玉净瓶里可不仅仅只有四海之水，瓶子底部还有甘露水，能复活一切生物，比九转金丹还要稀罕，配合柳树枝更是无敌，轻轻的一扫就是王者苏生，跟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很是吻合。而除了杨枝玉净瓶之外，观音菩萨还有2件出名的法宝，那就是紫金铃和紧箍咒。紫金铃是菩萨做其金毛猴的项圈，下凡作乱之时，就连猴子都抵挡不了，能够喷吐火焰和黄沙，还不是一般的火焰，都是火中精华，能够焚天煮海。此物乃是八卦炉中炼制，跟9齿钉耙一个等级，算是不错的法宝。当然跟玉净瓶比起来差了10万8千里就是了。玉净瓶乃是观音菩萨正道之宝，就跟燃灯古佛的20颗定海珠一样。原本的燃灯古佛平平无奇，可自从得到定海珠，演化24诸天，瞬间就成了1等1的大佬。观音菩萨如此厉害，剩下的3位也是不差。地藏王菩萨手中有一个9环锡杖，能够打开地狱之门。传说如来佛祖的10大弟子之一目连尊者，为了拯救地狱中的母亲，使用他的孝心感动了藏王菩萨，成功借到了菩萨的禅杖，因此轻而易举的便打开了地狱之门，救出了自己母亲。地藏王菩萨的名字是怎么来的？安忍不动犹如大地，静虑深密犹如密藏。地藏菩萨之所以又称地藏王，是相传地藏菩萨经过玉皇大帝认定之后，封为阴曹地府的最高王。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孙悟空大闹地府后，地府行政长官10殿阎君便是先启奏地藏菩萨，公定议定启奏内容后，再由阎罗王上天庭带奏玉皇大帝。由此可见，地藏王就是地府当之无愧的王。他的9环锡杖能打开地狱之门，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。地藏菩萨像大多数是僧侣袈裟打扮，左手拿着宝珠，右手拿锡杖，身侧写着地狱未控誓不成佛。这说明除了9环锡杖之外，他还有一个宝珠，此物名为掌上明珠，可以释放出净化世界的光芒，能够度化地狱当中受苦的生灵。这2件法宝配合起来就很有意思，用9环锡杖强行开门，然后宝珠净化一切，非常符合的藏王菩萨的大宏愿。佛经中称地藏菩萨受释迦牟尼佛嘱咐，在释迦寂灭弥勒未生之前，自是必经度6道众生，拯救诸苦，使人成佛。所以说地藏王菩萨掌握着佛门的一个重要元素，轮回。6道轮回是佛门的基本盘，哪怕佛祖都要涅槃轮回的时候，地藏王掌控此道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比起来也不遑多让。文殊菩萨则是手持智慧剑，此剑顾名思义，能够斩去一切烦恼，
增长人的智慧，对于佛门弟子修行拥有不可思议的好处。文殊菩萨的名字意为妙德、妙吉祥等，身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，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菩萨，他代表无上的智慧，因德才超群居菩萨之首，故称法王子，以论述般若性空和般若方便的理论著称。文殊在佛教中是智慧的象征，其注重一切般若被称智慧第一。一般在造像中，文殊作为胁侍位于释迦佛的左侧，与释迦牟尼佛、普贤菩萨并称为华严三圣。文殊菩萨掌管一切智慧，能够点化芸芸众生，手中智慧法剑也是概念级别的法宝，一剑之下并非开天辟地，而是将智慧赠送，烦恼斩去，这就是身为四大菩萨的境界。那么最后一位普贤菩萨又有什么法宝呢？第一件就是大名鼎鼎的功德金莲，不过只是三品金莲。在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，天地之间曾经诞生了4朵强大的莲花，它们吸收混沌之气，神通广大不可捉摸，分别被几个先天神魔得到，而功德金莲就是坐落在佛门功德池当中。这朵莲花能镇压佛门万年气宇，是佛门镇教之宝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三品金莲则是它的衍生之物，同样非常强大，一般的神仙法宝也是远远不如。而按照《封神演义》的说法，普贤真人是佛教普贤菩萨的前身，当然《西游记》中的普贤菩萨和普贤真人没有关系，但《封神演义》中他们2个人其实是一个人。普贤真人的洞府在九宫山白鹤洞，他是阐教12金仙之一，法宝除了三品金莲还有长虹锁、吴越双钩。吴越双钩赐给了木吒，长虹锁的作用类似于捆腰绳，但适用范围更广，只要使用长虹锁的人法力更高，就可以锁住对面的人。不过跟封神大劫里那些著名的法宝比起来，这些就算不得什么了，甚至上不得台面。像是落宝金钱、混元金豆这些强大法宝，持有者甚至可以凭此吊打圣人之下的仙人。而三大菩萨虽然法力无穷，但可惜法宝确实差了一点，毕竟出名的法宝都是先天法宝，意思就是天然诞生，没有办法复制，哪怕模仿也没有那个威力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件先天至宝让圣人眼馋。如果是混沌至宝的话，就连红军老祖也得动心，毕竟赤手空拳和手持宝剑，这差距可是大得很，哪怕神仙也是一样。这么看来，最厉害的就是观音菩萨的玉净瓶，因为和他的形象绑定，堪称正道法宝，所以妙用无穷。那么对于四大菩萨的法宝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